其实他是一位很优秀的侦探。是不是说侦探的都喜欢上电台？我们光明磊落，不怕见光。所以你是要我来这里陪你晒太阳吗？叫你来是要跟你说，我决定给你多一次机会。怎么给？你已经留级很多年了，拜托这一次可以破案吗？我也想破案。陈宁，知性女侦探，擅长空中推理。我有一个冒险的心，还有冒险的胃，还有冒险的口，什么都敢吃。朱哲亮，查案目的只有一个，将真相照亮。我善于观察，通过敏锐的洞察力去找到嫌犯所留下的蛛丝马迹。今早有位女子来报案，这就是她做询问笔录的片段，来看一下。我最近在一个交友 App 认识了一位男生，他很神秘的，都不肯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。这美女看起来有点眼熟。对，我的第一想法就是，尹双，这个主谋跟我的报案者有什么样的关系？我只知道他喜欢听电台节目。电台？我们本来呢约在外头见面，可是，在见面之前，他又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，什么杀死他，用脚砍的。他又杀，然后用脚砍他。然后还发了一张图给我，我觉得很可疑，就马上来报案了。我觉得重点是那3个字：杀、脚、砍。这里还有这位女子呢和那个神秘男子的通讯记录，你们研究一下。饭桶，挺像饭桶。为什么我的这样大个？贴心服务，我曾经也是这样，你很快就是这样。注意一下啊，有盘有碗，热的。他有说到你的名字叫尹双，双双对对，成双成对。他任何的食材，是不是都要以2种做法来呈现呢？根据初步调查呢，我相信主谋是很迷恋电台 DJ 的。你们每一个人有10分钟的时间去搜证，如果看到重要的线索，就标上证物牌。Understand？ Yes sir。让我们敬老尊贤。 OK， 记得，我最看好你了。我听很多遍了。说什么？他最看好他。这一次的犯罪现场跟上一次的犯罪现场呢，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干净很多。我觉得这个主谋呢，干案非常细腻，不像是一个可以吃的食材，没有味道的，直接放嘴里。不可以。看到你就顺心顺意，想到你时光划过指尖。请问那些 DJ 是哪一个电台的？是谁？有972跟933，这跟他的犯案动机有什么样的关联呢？这个是可以藏的是吗？哇，闻不出嘞。绿色？为什么会有绿色？这边也有绿色。绿色。你有没有看到号码？为什么会留下如此明显的数字呢？是单纯的为了混淆我们的视线，还是另有蹊跷呢？哇！我挖了一下，是因为那个味道蛮强的。甜的、咸的、辣的，苦的，哇，都有。有答等于没答。他的味蕾有问题。这个是，这个东西是什么来的？USB 在哪里？我看到 U 盘的时候就觉得，但是这里没有电脑的，那该怎么播放？有一个时钟，有电话跟一个收音机，我就一直叫 Ben， 你看那边有没有的插？你就有的插眼睛开大一点，维密线有的插咩？看它旁边有什么。哦耶！我没有看到这边。广播剧《儿时的记忆》，Daddy，这是我按照奶
奶奶的食谱为你准备的，你快尝尝，有没有你小时候的味道？犯案的主谋呢，非常的细心，他要让我们知道，又不要让我们知道，他就要跟我们玩一个 mind game。下雨天适合吃暖乎乎的食物。好恐怖哦，这个录音。你这里面到底放了什么？是不是犯案者他故意要留下一些证据给我们？有味道吗？闻不出是什么？闻不出什么味 Ben，道。不要让我后悔可以吗？这一次真的很难，这次真的很难。他是我们当中的老鸟哎，如果他觉得难的话，那我跟泽亮就完蛋了。先拍照先，时间不多，哇，但是你第一个放那个哎，我只是顺便放而已。3474，第二个数字真的是4吗？还是它是9？我觉得它是9，是4吗34就是7加7。 ？3、啊4， 7加7是14加4，为什么加这么？没有，我只是算，可能是那个人的年龄。哎，有字条哎， 3个鸭等于5个蛋，鸭还是鸡？呀，鸭。答案是几个蛋？好，陈琳，表现的比较好，我看好你。靠你了。谢谢。我一到现场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桌面蛮乱的，但是后面又挺干净的。啊，你刚才讲你不懂这是什么？它有 oil 在里面，肯定，但是它有加了别的东西在里面。那我应该知道这是什么了。什么？来，你讲。可能不是，sorry。这个跟这个应该是一样的东西。一样啊。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你，闻得出这是什么啊？其实我觉得这一就是菜次不应该种菜啊。找人的，我应该找狗啊。但是我必须说，我不是个爱吃菜的小孩，所以对我而言，它就是菜的味道。没有重点，这一片是什么？不啦，为什么会有布？因为它放在里面，然后它挤过滤，对，过滤什么？过滤那个渣咯，把那个渣留那它着。挤出来什么东西？绿色的。它挤出来就是那碗油。我觉得那个绿色的东西蛮明显的，对我来讲，就是葱跟橄榄油。也许是哎，这个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我闻不出是什么，没有味道的，没有味道，它没有味。道，把它感觉成木屑这样。我真的迫不及待了，我的手就伸进去那个犯罪现场，拿出来闻。哇，我吸进去，咸蛋啊，是吧？不懂啊？咸蛋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皮蛋，皮蛋呢？这是肉吧？被害者什么肉？我觉得是鸡肉啦，还是猪肉？我觉得是猪肉，就让我联想到之前那一集，就是有那个手动，就是一块块蛛丝马迹，然后我又看到那些有一些碎肉在那边，我蛮肯定是猪肉，很难呢。这个真的难，这个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。鸡，这是鸡，不懂生生的味道这个，里面是鸡，感觉鸡肉可以嚼啊，对啊，对吗？可以啊，它有一股腥味，就让我想到我之前看过一个节目，这个人他把鸡肉呢放在这个搅拌机，然后搅，我就想到，哦，这可能是鸡肉。然后最后一个，我放在这个，它这边的一些豆类啊，一些干粮啊，还有米饭，它是饭桶吗？我觉得一定跟饭有关。来下一位，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帮我们找更多的加油线索，仔细一点啊！你是最后的希望。我好的，看好你会跟我们分享。哇，他闻的时候，他的后脚还要摆在后面。臀部这样拍出来比较好看。是我发现，在一个不起眼的小盘子上，隐藏着一些白芝麻啊，而且旁边还有这个一小块像是香菜的叶子。
那我觉得比较奇妙的就是呢，竟然没有其他探员指出这一点。那么多的白芝麻，没有人看到吗？故意的吧？不说的吧？好，我看到你就顺心顺意，想你的时光划过指尖。我对你的心热烈滚烫，爱就是真诚交换灵魂，看起来像是呢情诗的感觉。他是真的很爱慕 DJ 们吗？你们一直重复在看彼此的线索，但是都没有人在想那个3、4、7、4是什么东西。但是我在想，想不到哎。这样你要不要3、4、7、4？你按那个电话3、4、7、4有什么？哦，会响。你听一下看，有声音吗？有吗？没有。小亮，时间到。好，我觉得呢，其他东西都不需要看太多。我们先看那个眉心，很简单。眉心有什么？我拍9号 ，OK。看到的就是巴黎。其实我很纠结呢，究竟要不要去标注最后一个线索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是蛮明显的。我在溪水槽当中这么明显的一些物体究竟是什么？我觉得其他人早就发现了，可是偏偏没有人标注的话，是不是大家都想藏一手呢？所以就是这一包。我们来解答这个，可能就是这个答案。3只鸭等于5个蛋，1个 basket 等于2只鸭，12个 basket 就是24只鸭，60只鸭呢？60除以3乘以20啊，60除以3 20，就是100个蛋，100个蛋，写下来。OK， 我100个鸭蛋100 eggs， 100个蛋 ，Century eggs， 皮蛋。那这起案件呢，真的很烧脑。虽然我们收集了很多线索，但是还有很多没有解开的谜团。说真的，我办案这么多次，说真的只是第2次了。这一次真的很难。我们先从第一个证物。一开始我闻到一个熟悉的味道，但是陈琳讲咸蛋啊，是吧？皮蛋，但是是哪一个部位的皮蛋，那也是一个重点。我觉得是蛋黄哦。它可能2种都有，我只是在推测。OK， 然后第2个3、4、7、4，到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是什么来的谜语吗？这个因为刚才我没有时间去破解，对，但是呢，最终我们一起破解了 Century eggs。但是在破解之前，我们已经知道有这个食材，所以这个东西。所以我有点激动，对不起。对，所以你是说我多此一举吗？所以你的方向是什么？当我开始有一点头绪的时候 ，OK， 我又看到这包米，这几包里面有红豆啊、薏米啦、花生啦。重点是哪一包有开过？薏米，然后在那个水槽也是有薏米，所以薏米是有用，其他的有开过吗？是没有开，不代表没有用。再说回那个报案者，他的那个通讯截图，神秘男子叫什么名字？饭桶，我们直接这个贴在这里。饭桶有没有？成双成对，双双对对，双双对对，所以一定要用筷子。2啦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热的，这个呢，可能是给他放吃不要的东西丢在这里，或者它可能是蘸料碟。哦，我也是有想这个，因为旁边有很多辛香料，可能锅里面的。我这个其实就是拍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还有一个菜的味道，我觉得跟放在它旁边的某一些菜有关。是只有葱哦，对，葱，我觉得还蛮重要的。而且它放一个纱布是要过滤掉某一些残渣吗？它可能是提取它的颜色跟香味而已。颜色这样子我越来越乱了。对，然后下一个呢，这个里面应该是猪肉。它可能是已经有放过一些酱汁的。刚才你说你很确定是猪肉，为什么？我看它的那个颜色跟它的那个质感。第6个阿 Ben 已经讲了，对因为在水槽的时候我也是有看到薏米，所以肯定它是有用的。可不可以薏米煮成粥？
我原本要放在心里，不想要说出来的，但是做人要善良哈，所以我就决定把这个资讯呢跟大家分享。第7个，线索当中看到有很多白芝麻，而且它的油是芝麻油的味道，在整个灶台上都是有很多碎碎的白芝麻，所以它一定是有用白芝麻来点缀，或是有提炼它的油，这样做了一根他直接用麻油，对呀，直接不要浪费时间了，还要去好的提炼。人家喜欢手工。 OK， 可以的。对对，这边呢，我发现怎么有一撮像香菜，盐水，所以我在想，可不可能在这个绿色的搅拌当中，它有加了一些呢？这些挂在墙上的 DJ 所说的话，可是我刚刚我在读的时候呢，我发现你横着读有一句比较 special， 往下看呢，顺滑冷热交替，哇，就是在冷气房吃热乎乎的东西。或者是在大热天吃冷的东西。这行字已经说出它的口感跟卖相。我还有另外一个点呢，就是在这边，那个薏米呢，它其实是已经被煮的非常的软烂的一个状态。对，为什么要去煮？因为煮了才可以吃啊。OK， 我觉得里面其实不只是薏米，广播里面有讲，这是我按照奶奶的食谱为你准备的，有没有你小时候的味道？它只是讲是古早味。你这里面到底放了什么？对加了什么东西？加了什么东西？那会不会是一个甜品里它加了皮蛋？ OK， 这一个就是刚才你们所说的嘛，皮蛋对不对？多 try 一下啦。对，皮蛋，它肯定是皮蛋是，皮蛋，而且应该是只有皮蛋黄。这个是什么来的？什么？就是有你所讲的，就只有2样东西。对，两样东西是什么？油跟菜哦。我觉得3样，可能有芝麻。它芝麻味不重哦。我现在手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，但是我只交给你们其中一位。好，我现在手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，我会交给那位呢观察力、反应能力强的人，所以我会问你们5道题目，答对的话呢就得1分。回答之前你一定要站起来摆一个 yes sir 的姿势，答错的话，然后另外2位就要快速的 yes sir， 他就可以回答了。OK， 1+2等于 yes sir。我这个只是一个 warm up 因为真正的题目在这里啊。OK。可能这样容易啊。好，第1道题，交友 App 里面的神秘男子叫什么名 Yes sir， 折亮了，OK， 好， Sir，他叫饭桶 Sir。错的答案。你已经错了。Yes sir。哦，厉害，来叫什么？饭桶，童子的童，饭桶。饭桶。对，桶。错了。下一道题，水槽里的杯是什么颜色 Yes sir。阿 Ben，你讲杯呀，水槽里面没有杯。有。喝水的杯哎， Sit down。哪里有 Yes 杯？ sir。哪有杯？绿色色。错。 Yes sir。你先做一下。OK，来。蓝色色。乱讲。错。黑色色。错。灰色。错。不明的颜色。错。它是白色的。错。答案是黄色。OK， 我跟你讲，不用紧。水槽上面有几个盘子？ Yes sir。谁听？ 3个是。错。 Yes sir，一个。错。 Yes sir， 2个。对。下一道我跟你讲，容易的，给 Ben 好不好啊，不可以。公平竞争。 ？DJ 从左到右的次序是什么？陈宁。品卷、重庆、Hazel、昆华、李莲，还有齐家。哇，答对。哇。下一道题，时钟的时间是几？对，阿 Ben。 6点9个字。答对。你不要跟我讲早上傍晚啦。我再问最后一题，这一题3分。好，玩这么久干嘛？玩这一题就好了吗？不要问了，不要问了。 OK，来，这一题就是在那张纸有几只鸭？ Yes sir。
阿 Ben 3只，错。 13只， 4只，坐下。 Yes sir， Ben 5只，有这样多只吗2只。错，2只已经讲了。刚刚我讲3只，对不对？可以讲3只。我刚才讲是，我一来就讲3只，我不要。哦，3只，OK， 3只对，3只对，有3只一样呢。 Yes！ 阿 Ben 3只，3只。好 Ben， 恭喜你，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线索。不是你样子，下一秒。吓到我，因为你跟我讲这个，这个你有看到一个箭头吗？指向什么？像时钟，指向鸡蛋，指向气，哪里？指向电发。刚我们不是一直在玩吗？我们也是有搭。你听一下看，有声音吗？有吗？没有。所以3、4、7、4哦，是一个 alphabet，F I S H，fish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电话响。OK， 那个法政人员呢发了一张照片，跟这个案件有关的。这鱼哦，什么鱼？你这样看的话，应该是巴拉曼蒂啦。好，那你现在去想一想，然后列出你的证物清单。 Yes sir。Very nice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证物有哪些。哇，你们都大同小异啊！为什么会有酸感？你还是要像之前一样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 Ben 真的很奇怪，因为他来这个节目是做他自己的东西，根本没有用那个线索。就是完全不理那些线索，就煮自己喜欢煮的。探长最了解。其实这个酸干是为了要配那个生鱼，不是为了要用在粥里面，还是其他的酱料。为什么那里有鱼的？你是鱼，因为提示你才加的。一直都想到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你很阴险。我们当然宝贵的线索就不可以随便分享出去嘛，对不对？你懂那个3、4、7、4吗？啊，是鱼？它其实有个箭头指向那个电话。你们有玩过那个电话的那个3、 alphabet 的4，哦 ，fish 啊！ ？Yes。当我看到那个鱼，我就知道 OK， 不用玩了，一定是输的了。不要这样紧张。但是我发现也有一样东西是哲亮有你们没有的。酱，这个是剁椒酱，在犯罪现场有吗？我有没看到。看到类似的东西，洗手盆。过滤网上，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，是剁椒，而且跟皮蛋可以搭哦。那另外一个酱汁呢？哇，鸡精粉这个调味重要调味而已。哦，来，陈琳嗯，讲一下为什么会有小红葱。我只看到桌子上有，所以我就决定要放了。你没有跟我们讲，哎，我可以给你没有看到嘞。几个，我可以给你几个。这起案件的电台粉丝，是其实我们已经有他的下落了。但是要让他定罪呢，就是要靠你们在这黄金90分钟重组案情，还原真相。90分钟后，我要看到的是一道菜和一个真相。你来过，很好。Carry on。好，黄金90分钟，现在开始。首先，你不要 stress 我，你不要站在我先问旁边他，很好。 Ben 哥哥，你第一个先煮薏米，先煮薏米。那你呢？煮饭跟煮薏米，同时一起煮。OK。要滚多久？至少都要半个小时吧。你会把米丢进去吗？ OK， 在这里跟你说，我一直在思考，最终我不要用， OK， 所以你想要做的这道我只要菜是什么就是薏米粥。 ？Daniel 突然间讲不要用米，纯粹只用薏米，所以我开始乱了。哎，
哇，看起来平时都有做菜哦。偶尔在家里会下厨。以前是读书时候啊，哦，以前做西餐比较多哎，我觉得西餐比较容易上手。刚刚陈宁他跟我讲，他说皮蛋不用煮，但是我没有煮过皮蛋。用煮的。啊，真的。皮蛋是不用煮的。你看皮蛋不用煮我。跟你讲哦，你已经腌好了你的肉水。腌好了，里面放一点麻油、酱青、薯粉，然后还有胡椒粉，在犯罪现场有3个锅，总共有1个 pan 2个锅啊。对，所以你觉得第一个锅是做什么的？它可能有拿来炒东西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它会炒什么。第2个拿来煮那个现在我要做的，做那个酱。第3个是卤汁哦，卤汁为什么会有卤汁？我会把我的肉拿来做卤肉。哦，他会做他的什么卤肉。 ？OK，那鱼，真的还没有想到，我 seriously 不知道，我觉得因为我只知道它是一个提示，你我就说的话我不相信了。对喽，陈宁，你既然不相信我，哎，为什么你的刀要放油啊？放油的话，切皮蛋它不会粘那个溏心。哦这个如果要片的话，你看它就会，哦，就没留在上面很好，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提示说，可能不止一道菜，要怎样呈现？一冷一热。热菜呢，就大家想的粥嘛。那冷菜的话，可能就是一个，就是也是用到皮蛋的一个凉菜。哎，对哎，皮蛋冷盘，有没有可能不？要这样子看着我，你不懂答案，所以不要误导我。因为他形容的时候呢，在我脑袋里，我想着的就是那个泥状会是一坨的在上面。所以你已经有成双成对了，冷跟热。你呢？我的是我会有一个，它就是一个酱，人家放辣椒油，我放其他的油啦。所以你就是热粥冷酱在上面。冷油，好，那你有开餐厅对不对？对，你会煮吗？哎，我会的。都是用这种方式，热粥，然后上面放一点冰块。你现在搅拌里面是什么？里面有盐水橄榄油、盐水，还有葱。因为我记得案发现场有这个，然后他那块布还翻出来故意给我们看，哎，有一样哎。一样啊。现在开始做。Man， 陈宁有放芝麻哎，不 idea。我觉得你真的是要拌一下，然后再 taste。对，Ben 的那个蛮接近的。想你要不要它应该穿一是，那它一定是有搅拌过，加为什么呢？少了一个东西耶。我不知道它少什么。你的皮蛋哦，只是加水而已。我有去找到一些其他地区比较古早味的粥的做法，是有看过，他先把皮蛋搅碎，加入到粥，跟它一起煮开，据说那个口感会得到一个层次方面的提升。那你现在要做什么啊？像我要做油，做什么油？葱葱油。葱油会放在哪里？在粥上面，那它一定是有搅拌过，加上过砂网过滤嘛。对，因为葱油有香味啊。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是葱呢？它不是葱，应该就是盐碎加上葱在一起。现在看陈林怎样过滤那个绿色的酱啊。错了。我的太浓了，我觉得我的太浓酱浓稠。对，没有感觉你们的还蛮像啊。没有啊，有没有可能是跟你们用的油？我又加了多一个油芝麻，我又加了芝麻油。哎，他用的不一样哎，他不是用橄榄油，他用的是葱油哎。哇哦！不过我的颜色就完全不一样的。因为你的颜色比较深哎。对我颜色比较深。你为什么拿掉皮蛋的蛋白？因为我要拿来做点缀，因为在那个水槽里面，我看到它的痕迹，所以我觉得主谋他是很细心的一个人，所以他做每样东西都很细腻。我们来看哦，你的颜色会不一样。不一样吗？皮蛋的他拿其中一粒的蛋白出来要做点缀。哦，对。哎，你在做炒饭吗？对。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它再多一点香气出来。自己想的，当然我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一点点就好了。
所以感觉你很像不是做传统的粥哎，现在我在做们就来做意大利的烩饭。饭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都啊， 90分钟后，我要你们还原真相哎，而不是叫你们制造另外一个真相哎。你们分得清楚吗？还原跟制造。然后现在你要，把皮蛋加进来。哇，它的处理方式我觉得好好你是说 theory 还是 practical？ practical 跟 theory 没有 link 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一个做菜很随性的人。为什么我感觉上你很像不是煮粥，你像煮甜品哎？我来做凉菜的灵魂酱汁，所以你放了什么？就是辣椒、蒜、麻油。酱油，这个是黑醋，皮蛋一定要蘸醋，它才能够中和皮蛋非常刺鼻的那种味道。然后我刚刚加的这个是红油、辣椒。其实我在那个台面上呢，它是有很多的调味品，然后每个都打开的。然后我是发现有一个是辣椒，所以你的肉都没有放任何酱汁去腌，我刚才放酱青、盐还有白胡椒所以你等一下会怎样处理？丢进去。啊，跟粥一起。就是我原本要做的就是皮蛋瘦肉粥嘛，但是我又闻到卤肉，所以我不知道要如何结合这两个在一起，所以最后我就觉得就把那个重点放在皮蛋瘦肉粥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煮粥，我也是，有想法了吗？而且我不知道那个水的比例是什么，我就阿嘎阿嘎这么加。哦，不错嘛，不错嘛。粥并不是我最爱的东西，对我而言，它就是一个生病的时候才会吃的东西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看 Ben， 他的冷盘已经好哎，了。它的冷盘看起来蛮好的嘛。哎，不错哎。对，哇，所以你热腾腾的粥，再加一个那么辣的皮蛋，难怪他爸爸会说你放了什么他不舒服。你这里面到底放了什么？你们的粥的区别，我发现是一个是颜色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玉米没有放很多哎，你的放很多哎。哎，对，我发现我的真放很多。那你没有皮蛋泥，没有，我不用泥，可是，在犯罪现场有泥哎。等一下打烂它就变泥了，那你会打烂吗？用汤匙把它粘上。我突然间想到，有没有可能主谋煮饭的时候，他不是用水，他用的是薏米水？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话，薏米的味道会太淡，你根本都吃不出来。可能他们要创新，把它用来当成粥的那个汤底。那个米呢，就会有薏米的香味哦。所以现在加皮蛋，对，皮蛋瘦肉粥。所以第二个锅的那个汤汁，你们是完全不会用。那个我觉得是跟鱼有关的，所以我没有鱼我就不是那个了。我觉得那对我们来说，它就是多余。对，好，那我去问那个多余的会不会做？问他可以去问他。 Yes。那你会做那个酱汁吗？你试一下的。来有做好了酸甜苦辣这样。哦，就是这个。这个里面有姜、蒜、食用油，然后还有酱青，你会用在哪里？就是那个 last touch，就是提味。这个绿色的葱花汁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全部都 last touch。啊，就是最后那个在上面。你现在要做什么？就是卤肉。这个主谋可能把原本的古早味改到完完全全不是古早味，唯一可以用这个卤汁来煮的东西就是猪肉水。哇，我煮好了这么快？给我加这个哦。那这是加了盐水跟青葱的，还有橄榄油。然后我这边已经好了。希望你们真的可以破案，因为大家都是煮同样的东西，但是不同的做法。所以 Ben， 你觉得那个煎锅就是卤肉啦，就是所谓的卤肉，就是有放那个黑酱油啦、酱青啦、胡椒粉。剩10分钟。 10分钟啊。好，对。那你是要做一个形状出来吗？还是像阿嬷的形状？要让我笑哎。阿嬷会有什么形状呢？我爸跟你的，我爸也是卷卷的。哇哇，真的我觉得有古早味要让我的笑卖相。笑。OK， 好了。你的鱼要做什么？就做生鱼片啊。这种鱼不可以做生鱼片吧？我下单的时候就是要求要sashimi grade。哦，我吃过这样子的东西，就是那个生鱼，你丢进那个粥里头，它就会自己煮熟嘛。哇，很薄哦。这样子吃起来才比较好吃一点。就是中间那个姜蒜汁啊。哦，所以有2个图案，这一个就是那个盘。
哇，还要加酸甘，去掉那个腥味。腥味。我觉得很特别，就我觉得你但是后来真的很有想法。哇，怎么要反省哎？我觉得要反省的应该是他，已经给他一次机会了，现在要看他的卤肉要怎么放。哦，让你自己 DIY。哇，真的，我觉得你上错节目，你应该上 Master Chef， 你不应该上我们这个节目。切好了，做好了。 OK， 黄金90分钟已经过了，哎，那真相只有一个，我们现在去拷问好了，嫌疑犯，好，好不好 ？Let's go。是你，你认识啊？不认识。撇清关系。你看他的脸就懂，他这个人很狡猾，对不对？看得出来。你以为你犯了法就可以逍遥法外？被害者是分2个部分成双成对吗？我的幸运号码是2，所以什么东西都要有2个。哇，在犯罪现场，是不是有不止一种肉类？我已经跟你讲了吗？我的幸运号码是2，所以如果有猪肉，当然还要有多一个肉。Tell me why。我对你们太失望了，你们没有看到刀还有多一块肉吗？什么刀？什么肉？刀的下面有什么吗？刀下面有肉。我知道你有用皮蛋，就是那个其中一个捣碎机里面。为什么会这么顺滑？我用了皮蛋的蛋黄、水还有油。现在你跟我讲，你是不是用巴黎的水来煮粥？你那么浪费食物吗？没有吃那个巴黎。不要拉我！我没有拉你，没有拉没有拉没有拉，没有拉。所以你是有用米跟薏米？没有米啊，没有啊。你什么不需要说，你现在试吃，然后再跟我说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香菜、麻油、芝麻、橄榄油啊！你不用倒那么多，一点点，你先 try 一点点。因为他都没信心。这个是瘦肉吗？是，有没有阿嬷的感觉？有啊。嘿，很好。下一个，这个也是瘦肉吗？这个掺杂的肥肉，有没有吃出内有乾坤？里头好像有石头。哇，哇！直接进了这个。这样煮的这道粥，那个巴黎有点硬。你确定要吃这个吗？你里面放了什么？剁椒、红油、辣椒、酱油、酱青、糖、盐、大蒜，还有醋。不够了，不够啦。不够了。在你试吃之前，我破案很多次，都是用这一招。所以现在呢，你跟我讲，你想要加多一点什么，我这里就可以帮你加。那个青色的东西是什么？我把青葱、盐水还有橄榄油，把它搅749圈，然后我就停。你怎么知道我用了青葱来做油？因为我闻得出来。闻得出来？嗯，这个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们不要回答他，哪里有他盘我们的？哦，你讲。青葱。对，轻松。那这是什么？也是你讲。韭菜。韭菜。对，我的油是用韭菜，不是青葱。哪里有韭菜？我们在案发现场有看到韭菜没？你们连刀上的肉都没有看到了。这个就是那个皮蛋蛋黄吗？打得不够顺滑，没有跟你一样。为什么你要炒那个猪肉？因为我看到那锅，感觉就是有那个卤汁残留在那个锅上，所以我就觉得你可能有做卤肉。OK， 很好。所以你跟我说，有没有人接近你的犯案手法？
看到3个侦探都有用到薏米，我真的很 surprised。难怪我这么喜欢 DJ，so clever。 Anyway， 是我们都很 clever， 我们已经知道被害者是什么了。哇，肉丸有肉丸的没？我们在现场没有搜到这个证据啊。当我看到2个盖一打开的时候，我其实已经有90%把握了。最重要就是因为那个生鱼片。这道菜的 inspiration 是无糟味的一道菜，会有粥，还有生鱼。我用了薏米 instead of 米饭，薏米的 stock base。我用了蒜、姜、青葱、醋、花雕酒、酱青，还有水搅到均匀。煮下过后，接下来我们会放巴厘 stock 还有水，煮到那个巴厘软，差不多20到30分钟。然后肉圆，我用胡椒粉、麻油、酱青来腌猪肉，腌30分钟。跟我一样，搓成丸子，巴厘差不多要好了，可以丢进锅里煮熟。我用了韭菜还有橄榄油放在 blender 里头 ，blend 到 blender jar， 感觉到有点温，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倒过 cheesecloth strain 那些 sediments， 所以可以达到一个比较清澈的韭菜油。皮蛋的蛋黄的味通常很重，我用了蛋白放在薏米粥里，过后我用了青葱下在上面。这个生鱼片需要买 sashimi grade 的鱼。然后切片，过后撒上一点麻油、韭菜油，还有我用了那个 pan 来把芝麻炒香，放在上面。连在上面我放了一点 coriander cress， 还有这个酱是这样做的。我把皮蛋黄、油还有水放在 blender 里头 ，blend 到它们 emulsify。所以我们用那个辣椒油还有皮蛋的泥做成我们的 fish dipping sauce。重点是你们先试吃一下。它的肉丸很入味，这个肉丸跟我的一样，很有肉味。这个肉很明显就是腌制过的肉，所以我也腌制了我的肉啊，我做啦，就做出来形状不一样而已嘛。现在吃那生鱼片，哇，我没有想到原来皮蛋的蛋黄可以弄成这个酱哎，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，谁都没有在抢戏，刚刚好。比我的好了一点点。这个酱汁真的是做得不错。吃完过后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跟我的很像。好，那你也觉得很像，那你也觉得很像。对，重点是谁最接近你的作案手法？Ben， 好，恭喜 Ben， 成功了破案。好啊，不需要留级了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终于，哇，终于破案，感觉是非常爽的。那个天台上晒太阳几个小时没有白晒了。这道菜最难的就是控制火候，把巴厘煮到恰到好处。Ben 的巴厘比较 al dente，good amount of soft and a bit of bite。除了有薏米，也有生鱼。他的那道菜跟我的差别不是很大。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就是今天的主谋。我觉得最痛苦、最难的，应该就是在搜集证物的时候。这些证物，其实你就算找到共同点，你会发现它能够引领你去的方向多到你不知该往哪个方向去前进。这一次我去觉得给我更加的深入去想烹饪的一些技巧也好，还是用食材都好，就让我激发我有更多的那个创意跟想象力。如果你要来犯罪现场的话呢，你必须要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还有这个冒险精神。所以如果我来第2次的话，我会更加的仔细的去找线索，然后这次我会学聪明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跟我走。来手放后面，我没有 handcuff，自己来。